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不少的国家现在开始逐步承认事实，那就是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的领导地位和中坚作用。有中国出手，才有疫情的退散。就算美国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客观事实，也阻挡不住越来越多的国家要和中国开展防疫合作的潮流。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越两军将举行卫勤联合演习，美国的挑拨离间完全失败。12月1号，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透露我军将派出一支由84人组成的卫勤分队，在12月6号到12月12号之间，到越南的广宁省芒街市，与越南人民军共同开展和平救援2021卫勤联合演习。演习的背景是某个假想国地震之后发生批量的伤员，并爆发传染病的疫情，这个是很有针对性的。从2021年夏天的情况看，越南的疫情还是相当的严重的。越南在2020年因为执行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一度在国际社会上被人们当作防疫的优等生。但是越南毕竟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的国家，在防疫上拿不出太多的手段来，特别是严格的封城政策，导致越南的经济陷入了停滞，眼看着老百姓就快要没饭吃了。所以越南在2021年被迫放松了防疫隔离管控，这个导致越南的防疫工作后面完全被击溃。特别是印度的德尔塔病毒在越南流行开之后一度也出现了火葬场忙不过来的惨剧新冠病毒的防疫是对一个国家全面的综合性的考核，其他的国家想抄中国的作业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越南仅仅能抄这个防疫隔离这一道题，而防疫物资的生产供应、全国范围的联动管控、大数据综合运用、治疗方法的研究以及疫苗的研制生产，这都是其他的国家根本就没法抄的作业。越南的疫情在后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中国引入了疫苗，特别是中国政府启动了春苗计划，以大量提供疫苗的代价要求越南政府为在越南的中国人要优先注射。春苗计划救了很多越南人的性命，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越南的经济。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越南人对中国在防疫问题上的支持和协助仍有疑虑，但是越南军方心里还是有数的。越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的体制、它的制度建立起来的。有很多现役的越南高级军官还是我们中国军校的毕业生。虽然在上世纪70、80年代，越南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和中国打了一场10多年的边境战争，但是越南军方高层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心里是有数的。如今新冠病毒的南非变种奥密克戎再次来袭，虽然对于这种病毒的致死性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越南方面为了防止今年夏天的悲剧重演，决定接受中国方面的指导，制定合理有效的防疫政策，这是越南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越南军队的联合卫勤演习，这可以看作是一场未雨绸缪，随时准备着应对处置奥密克戎病毒在越南的大规模爆发。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由越南人民军的卫勤部队直接出手接管局面，是可以避免越南的疫情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不少的国家现在开始逐步承认事实，那就是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的领导地位和中坚作用。有中国出手，才有疫情的退散。就算美国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客观事实，也阻挡不住越来越多的国家要和中国开展防疫合作的潮流。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